终于开始了。中国一直将限制稀土作为王牌，但事实上，在南江岛附近的海底发现了稀土泥，其稀土浓度比中国高出20多倍，足以满足全世界数百年的需求。我们不需要依赖中国，不需要低估日本。面对中国对稀土资源的渴求，日本采取了一步措施，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南鸟岛海岸附近蕴藏着1600万吨稀土，足以满足未来几十年的需求，资产价值达500万亿日元。如果这成为现实，日本将从受威胁的国家转变为引领国家的国家，财政担忧将被消除，减税将成为现实，这不是梦。日本将凭借自身资源奋起反击，重夺主权。听啊！哎，你看把这个日本网友给嗨的，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拿了世界杯冠军呢，或者是高达真的造出来了，咋回事呢？说是他们的这首相高市早苗亲自指挥，要在太平洋那个叫南鸟岛的地方，从6000米深的海底挖稀土啊！日本网友那个激动啊，满屏都是赢啦，中国要哭啦，终于摆脱中国控制了。我看着这些评论啊，我是真想笑啊，但是吧，又觉得挺悲哀的。这帮人啊，属于是被人卖了，还在那边帮人数钱，这数完了吧，还觉得自己赚翻了。那这一期呢，咱们就聊聊日本这挖泥巴的事儿。这哪儿什么技术突破呀？这分明啊是被咱们中国的一纸禁令逼得没招了，只能去海底捞救命稻草。2020年初啊，中国不是加强对这个小日子制裁了吗？那这次制裁特别的狠啊，不仅限制了直接出口，还把含有中国稀土成分的境外产品也纳入了监管。就是比如说这个日本想耍鸡贼啊，跑去越南买稀土，行啊，你买呗。但是如果越南这个矿啊，它用了中国的提炼技术啊，用了中国的生产线，或者说里面掺了中国的原料，对不起哦，这还是归中国管。想卖给日本，得中国点头。这最让日本自卫队那帮人睡不着觉的啊，是那个军事用途禁令。凡是沾边这个军工的，什么导弹导引头啦，战斗机发动机涂层啦，核潜艇声呐啦，只要你的稀土申请啊跟这些沾边，直接驳回，没商量。高市早苗政府啊，这下是真的急了啊！这一边呢，在这个外交场合啊，在那边硬撑啊，喊着绝不容许单方面管制，我们要抗议。一边呢，赶紧翻箱底啊，把那个搁置了好几年的南鸟岛计划给刨出来了。咱们就说说这个南鸟岛计划啊，听着吧是挺高大上的，什么深海采矿、人类壮举。1月11号呢，日本那艘叫地球号的科考船气势汹汹就出发了，船上啊带着价值120亿日元的设备啊，那叫一个烧钱呀。但是，你得看看他们要去哪儿挖，6000米深呀，这是个什么概念？咱们这个上海中心大厦632米，够高了吧？这得把将近10座上海中心大厦给叠起来啊，才能插到那个深度。那个地方的水压啊，能把一艘普通的潜艇啊，像捏易拉罐一样的捏扁。你说在那么深的地方挖泥巴，那是给老天爷抢饭吃啊！所谓的试采啊，其实特别原始啊，就是放下去一根长长的管子，顶头呢带个搅泥机，把这海底的泥浆给吸上来。那个泥浆里有稀土吗？有，叫稀土泥。但是吧，这个效率啊，说出来啊，我都替他们脸红。每天吸上来350吨泥浆，听着挺多的是吧？但是这个350吨泥浆里啊，提炼出来能用的稀土氧化物啊，只有多少？70公斤。你没听错啊，它就70公斤啊，大概也就是个成年人的体重。你说这点量够干嘛的？这日本一家中型的电机厂，这一天的消耗量都不止这个数呀！你说这不是扯淡吗？这更讽刺的是，2022年的时候啊，日本在2500米的浅海，它做过实验的，那个时候技术都是勉勉强强的，现在直接跳级啊，干到6000米啊！连美国的专家看都直摇头，说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技术突破啊，这是赌徒下注啊，是在玩命。那这场豪赌的账本呢？你要是翻开看一下呢，每一页都写着2个大字儿：亏本儿。这南鸟岛的稀土啊，是埋在这个海底松软的泥层里的。你要想把这个玩意儿给弄上来啊，得用大量的化学溶解去泡、去洗，那个成本啊，是这个陆地矿山的几十倍啊！除非这个稀土价格能涨到天上去，或者说是金子做的，否则挖一吨你就亏一吨。
日本呢，这是在拿国库的钱啊，在填太平洋这个无底洞啊。那咱们退一步说啊，假设这个高市早苗啊犹如神助啊，真把这1600万吨的储量给捞上来了，那日本就赢了吗？中国就哭了吗？哼哼，更大的笑话在后面呢。稀土这个玩意儿吧，它之所以叫土呢，是因为它刚挖出来的时候啊，那就是一堆废土啊。你想要把它变成能用的工业原料啊，就得经过复杂的提纯和分离，这个环节啊，才是真正的卡脖子环节。目前全球92%的稀土提纯能力啊，在哪儿呢？在中国。中国不仅有矿，还有几十年的技术积累，有一整套把土变成金的魔法。日本呢？日本连一条完整的成规模的分离产线都没有啊！你想想这个画面哦，日本呢费尽了9牛2虎之力啊，花了无数的钱，把这个海底的稀土泥啊运回了本土，然后一看傻眼了，没锅没灶没厨子呀，这个泥巴吧，他还得想办法运出去加工，运去哪儿呢？运去美国，美国自己的稀土矿还得送到中国来加工呢。那运去澳大利亚，那个产能哦是杯水车薪啊。最后是绕了一圈，发现还是得求中国。大哥啊，能帮我练练吗？那中国这个时候啊，只要微微一笑，不好意思，根据最新法规，这种含有重金属的加工业务啊，我们暂缓接单。那日本这堆泥巴呀，那就只能堆在这个码头上晒太阳。而且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日本那帮环保人士啊，可不是吃素的呀。深海采矿那是要搅动这个海底沉积层的呀，那海底的泥巴里啊，它不光有这个稀土啊，还有大量的重金属啊，甚至放射性物质。你这样一搅和啊，方圆几百里的海水都得浑，这海洋生态就得遭殃。国际海底管理局啊，现在连开采规则都没定下来呢。日本啊，这就急着在自家专属经济区先斩后奏，结果呢，钱还没借到呢，瑞士现在这些国际大银行啊，直接拒绝给日本这个项目融资。理由是特别简单啊，环境评估没过，不仅亏钱还缺德呀。你看啊，连资本家都嫌弃了项目，这日本政府呢非要硬着头皮上。你肯定要问了，那这个账咱都算得明白，高市早苗那帮精英他能算不明白吗？他们当然明白啊，那为什么还要干呀？因为这压根呢就不是一笔经济账，这是一笔政治账。高市早苗啊，自从上台以来啊，那是铁了心的要走这个强硬路线啊。他为了坐稳那个位置啊，频频打台湾牌挑衅咱们呀，甚至放话说什么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这话说的啊，那是相当的狂妄啊。结果呢，求锤得锤，中国这次针对性的管制啊，就是给他的回礼。这下好了，国内的企业慌啦，财阀们急啦，那些造车的、造芯片的大佬们，天天去首相官邸堵门。高市桑，我们的敌没有了，特也没有了，工厂要停了，你得想办法呀。高市早苗能怎么办呢？他总不能立马跪下来跟中国认错吧？那他的政治生涯就结束了。所以呢，他必须得演一出戏。这出南鸟岛挖泥巴的大戏呢，就是演给国内的选民看的，也是演给这个美国主子看的。他想告诉国内啊，你们看，我有办法啊，我们有自己的资源，我们要强硬到底。他想告诉美国，你看啊，为了配合你的围堵战略啊，我连老本都赔进去了呀，快夸我。这就是典型的政治遮羞布啊，拿着国家的财政，拿着企业的未来去掩盖他战略上的无能。这让我想起了2010年，那个时候啊，钓鱼岛争端，中国第一次收紧了稀土配额，当时这个日本车企也是急得跳脚啊，3个月损失了40亿美元。那次教训还没淡去呢，现在历史又重演了。只不过这一次吧，中国的管制啊更精准，直接掐住了军工和高端制造的7寸。高市早苗这波操作吧，那与其说是自救啊，但不如说是自杀式冲锋。再说那帮狂欢的日本网友啊，他们在这个网上喊着以后禁止中国看动漫，不卖给中国光刻胶。嘿，这种微笑听着呢就像这个幼儿园小孩打架，我不跟你好了，我不给你吃糖了。他们的乐观呢是建立在对产业链的绝对无知上。他们以为啊这个稀土呢就是地里的土豆，挖出来洗洗就能吃，太天真了呀。从稀土矿到最后的永磁材料，中间啊需要经过20多道极其复杂的工序啊，烧结、熔炼、精介渗透啊，每一道工序啊都是技术壁垒啊。咱们中国强在哪儿呢？
不仅仅是强在矿多，我们最恐怖的统治力是在于我们垄断了磁材制造技术比如那个高性能铝铁硼磁铁那是电动汽车电机的心脏烧结工艺的核心专利大部分呢都在咱们中国手里。日本企业曾经想高薪挖咱们的工程师，结果呢，咱们新出台的技术管制条例直接把这扇门呢给焊死了。涉密技术人员不得随意受雇于境外机构，想挖人门都没有。现在的情况是就算日本呢真的在2028年挖到了泥巴，这可是他们自己吹的最早时间运回了本土建起了精炼厂，这得花个好几年。那等到他们把这些金属做成磁铁的时候呢，会发现，这个炉子怎么搭呢？这个温度怎么控这个配方是什么呢？还得从头摸索等到他们都摸索出来黄瓜菜都凉了。他们的生产线能等5年吗？别说5年5个月都等不了。所以日本网友这些嘲笑听在中国业内人士耳朵里那就是笑话这就好比吧，一群骑着自行车的人嘲笑开法拉利的人，哼，等我把这辆自行车的链条给修好，我就能超你车了。这可不是自信这是没见过世面。其实吧，这日本自卫队的高官私底下都承认了，这个南鸟岛计划吧，它就是个画饼。他们心里面清楚得很那就算是试采成功了，离这个量产还差着108000里呢。而且中国这次的管制其实留了个口子，那就是只要你不涉及这个军事用途只要你老老实实的民用，申请许可呢还是可以通过的，这叫唯3缺1。如果日本政府聪明点服个软，承诺不把这个技术用于军事对抗，承诺不配合美国围堵中国，那这个稀土吧还是有的用的，大家还是可以做生意的。但是高市早苗呢偏偏就选了最蠢的一条路，硬杠。他越是搞对抗，中国审查呢就越严，他越是想去中国化呢，日本企业就越是买不到原料，这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更尴尬的是谁？是美国。美国嘴上喊着支持盟友，供应链多元化，实际上呢，美国自家这个稀土精炼产能不到全球的5%，连美国最先进的 F-35战机那里面的稀土磁铁部件还得依赖中国供应商。美国自己都泥不撒过江，还能救日本？日本之前呢还拉拢这个中亚国家，什么哈萨克斯坦、蒙古，想搞稀土勘探，结果扯逼了好几年连个响都听不见。远水解不了近渴呀。所以说高市早苗的这场深海冒险呢，本质上就是用战术上的勤奋去掩盖战略上的巨大误判。他低估了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的决心，他更误判了全球产业链的逻辑。在这个时代想跟世界工厂脱钩，他都是自掘经脉。至于那些现在还在这个网上开香槟庆祝的日本网友，我只能说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等过几个月，当他们发现买不到新手机，修不起汽车，工厂开始裁员的时候，这杯现在喝下去的香槟终将变成他们胃里面翻江倒海的苦水。那个时候希望他们还能记得是谁把他们带进这个死胡同。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